选哪一首呢？好音质，用酷我。那选这首吧。今天我要阅读的文章选用的是这首歌，是哪首歌呢？一起来期待一下吧。现在我要从能量盒中选出一张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年轻正能量的关键词。就是这张了。什么关键词呢？给大家透露几个线索。第一，以前在上学的时候，爸妈基本上都会教育孩子要有这样的精神。第二，大部分人对自己特别坚持的事情，会比做其他的事情更具备这个能量。第三，如果你具备这份青年正能量，不管是在生活或是在人生的什么阶段，遇到问题总会有解决办法，不必急躁，是一个能通过自己可以创造意义的人。强国一代榜样阅读，欢迎收听由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联合酷我音乐共同打造的首档青年阅读分享类节目《榜样阅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阅读者王一博。我选择的青年正能量关键词是钻研。之所以选择钻研这个词，是因为我觉得人生要有一种钻研的精神，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没有钻研精神，就真的是做任何事情都只停留在了表面。作为演员，我会对饰演每一个角色都会细细琢磨，全力以赴去钻研他们的不同之处，尽可能把这些角色塑造得更加完美。钻研对于我的事业和成长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在成长的道路中，我们也会遇到很多问题，我觉得钻研精神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有效地去解决、克服这些问题。今天在榜样阅读的现场，我将和大家一起分享《鲁滨逊漂流记》，一起来感受一下钻研的重要性吧。下面进入我的阅读时间。鲁滨逊漂流记。12月底是一年中的第2个收获季节，我收割了我的庄稼。要收割庄稼就得有镰刀，可是我没有，这就难为我了。无奈之中，只得用一把腰刀来改奏。这种腰刀是我从船上的武器仓中取出来的。好在第一次收成不多，所以割起来也没有多大困难。而且我收割的方法也非常独特，只割下来麦穗或稻穗，把茎干留下来。我把穗子装进自制的大筐子里搬回家，再用双手把谷粒搓下来。收获完毕后，我发现原来的半斗种子差不多打了2斗稻和2斗半多的大麦。这当然只是我估计罢了，因为当时手头根本就没有2具。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我预见到早晚有一天上帝会赐给我面包吃。可是现在我又感到为难了，因为我既不知道怎样把谷粒磨成粉，甚至根本不知道怎样脱谷，怎样筛去秕糠。即使能把谷粒磨成粉，我也不知道怎样把粉做成面包。即使做成了面包，也不知道怎样烤面包。另外，我想多积一点粮食，以保证不断供应。为此，我决定不吃这次收获的谷物，而是全部留起来做种子，待下一季再播种。同时，我决定用全部时间全力研究磨制面粉和烤制面包这一艰巨的工作。人们常说为面包而工作，其意思是为生存而工作。而现在，我可以说是真的为面包而工作了。为了制成面包这样小小的不起眼的东西，你首先得做好播种准备，生产出粮食，再要经过晒、筛、制、烤等种种奇怪而繁杂的必不可少的过程，真是不能不令人惊叹。我也想，很少人会想到，我们天天吃的面包，要真的自己动手从头做起，是多么不容易啊！目前我犹如初生的婴孩，除了自己一身之外别无他物，做面包的事成了天天苦恼我的心波。而且自从我第一次无意中发现
在石壁下长出稻子和大麦，并获得了一把良种之后，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简直无时无刻不想到做面包的事。首先，我没有犁，无法耕地，也没有锄头或铲子来掘地，这个困难我克服了。前面提到，我做了一把木头铲子，工具拙劣，干起活来很不得力。虽然我花了不少日子才做成一把木铲，但是因为没有铁，很快就磨损了。结果工作更加困难，效率也更低。尽管如此，我还是将就着使用这把木铲。我耐着性子用木铲掘地，即使效果不佳也不在意。种子播下后，我又没有耙，不得不自己在地里走来走去，或者用一棵大树在地里拖来拖去。这样做与其说是在耙地，还不如说是在扒地。在庄稼成长和成熟的时候，我前面也已谈到，还有许多事要做。我要给庄稼地打上篱笆，又要保护庄稼不受鸟害，然后是收割、晒干、运回家、打谷、剥去秕糠，然后把谷物收藏起来。然而我没有磨，无法磨谷，所有这一切我都一无所有，但我还是做成了面包。在这篇文章当中，我们看到了来自主人公鲁滨逊的那一份钻研的精神。在意外流落荒岛之后，他为了能够坚持活下去，等到救援，开启了他的荒岛求生之旅。在这个过程中，他尝试了非常多从未经历的事情。想要在荒岛活下去，首先是要解决温饱问题，于是他想出了做面包这个主意。可是对于实际操作一窍不通的他，就像文章中所说的一样，首先得做好播种准备，生产出粮食，再要经过晒、筛、制、烤等种种奇怪而繁杂的必不可少的过程。光是听起来就非常复杂。为了生存，鲁滨逊没有放弃，他把自己的全部时间放在了如何制作面包的研究之上。在经历了最开始把腰刀改制成可以收获庄稼的镰刀，一直到谷粒磨成粉，最后再把面粉做成面包的过程，一步步的钻研和努力，最终他成功了，解决了食物来源的这个重大问题。现实生活中的我，虽然和文中的鲁滨逊境遇不同，但是对于钻研，我也是有着自己的一份理解。在面对不同的剧本、不同的角色，包括不同的情景状态下，表演时所展现出来的情绪、心境，包括情感、动作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每一次我拿到剧本的时候，我都会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反复琢磨并体味，看看怎样能够更好地诠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请教导演、编剧以及有经验的前辈同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吃透剧本。实际上台词这方面，我在作为演员以来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自己的嘴唇肌肉对于其他专业演员来说有一些无力，于是我就想到了咬筷子这个方法。在进组之前，包括每天的戏份结束之后，我都会咬着筷子说台词，这样对我的台词功底有非常大的提高。有些时候呢，在片场我也会抓住中场休息的时候去和导演指导老师做一些交流，看看他们对于我的表演有什么看法，听听他们的指导和意见，然后抓紧时间多练习几遍，争取能够有进步。在拍摄《陈情令》的时候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挺多的打戏桥段，从小我虽然学习舞蹈，肢体的协调性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但是对于武戏的部分的话还是比较陌生的。我会经常请武术指导为我做一些示范，指导我一些要领，看看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动作演绎得更加自然和逼真。我希望通过这一份钻研，能够把更完美的角色形象展现给观众朋友们，同时也希望让自己的演技得到磨练和提升。回到文章当中，鲁滨逊通过钻研能够自己制作出面包，从而解决了在荒岛上生存的温饱问题。读过全本《鲁滨逊漂流记》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最终鲁滨逊成功了，等来了救援，获得了新生。对于我来说，学习钻研可以让我在未来的职业生涯里获得更大的发展和更多的可能性。在我看来，钻研应该是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道路上一种对自己人生负责的态度吧。
来参加榜样阅读这个节目，一方面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对于优秀文章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自己可以督促自己读好书，多读书。我觉得是勇气吧，在我看来呢，钻研呢算是一种探索过程，但是在这些探索过程中，还要必备的是勇气。自学的经历的话，当然有，因为平时的工作比较忙，时间比较少，可能在上课方面或者学习舞蹈方面的话，要通过一些视频去学习，要去自学。阅读的小嗜好的话，其实跟剧本一样，会标一些重点记出来，拍下来。就是比如说自己喜欢的一些句子，有意思的句子，觉得这个句子能够打动我，能够有更多的体会的话，我会记下来，标出来。好了，今天的分享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是由法国作家蒂皮本杰明·奥康蒂·德格雷写的《我的野生动物朋友》。书中描绘了自己在非洲和野生动物相处的经历，再配上精美的照片，从而希望可以告诉我们，人应该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有人说，勤勉而顽强的钻研，永远可以使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保持一份钻研的精神，才能让我们更加完美的离更好的自己更进一步。酷我音乐，对不起啊，繁杂，对不起。首先，对不起，你得做好播种准备。你首先对不起，但是肢体协调性对我来说比较好。对不起，我希望通过这一份钻研，能够把对不起，对自己对不起，再来一下，语境不同，对不起，没关系啊，来，境遇不同。大家好，我是王一博，很高兴来到榜样阅读。你们猜对了吗？这一张是川崎的 Kawasaki 的，但是什么排量、什么样型号我不知道。对，然后这一张是杜卡迪的潘尼嘎雷，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对不起，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是 B&W 的，应该 R1、R25 吧，这是 KTM 的1290。在赛道上。飙速度的时候是一种非常爽的感觉。飙这个词在赛道上爽可以说爽，驰骋给我带来很舒服的感觉，书面一点是吧？爽。不然你们都玩摩托车的，还有什么感觉？自由吧。但是我是在赛道上，赛道上那是激情，就是快，就是快，就是爽跟快，极限。极限也不能用吗？极限可以，对，极限的，对，在赛道上对男孩子。有点景点了，景点
但这样子感觉它有很强的劈叉感。对，这可能手可以不这样放，会比较正常一点。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这样会好一点，好一点，对，这样会好一点。好，这样。脚没有动。再方便说往右摇一点点。